9种武器。古龙在名著《7种武器》中说，真正的武器其实并不是杀人的兵刃，而是诸如微笑、诚实、信心、爱情这些生命质素。我同意古龙的这一说法，我也有自己的9种武器。题记：天真。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法国的女影星阿加妮。这位算不上风华绝代的女子，在《罗丹和他的情人》等影片中有诸多出色的表演，那种淡的感受不到的忧苦被她表达得入木3分。阿加妮是个天真的女子，她以天真的姿态进入艺术角色，同时她还在个人生活中保持着这种可贵的天真。我在一部新闻片中看到几个关于她的家庭生活的实录镜头。周末，一家3口来到一个普通的餐馆，个子矮矮的、不施粉黛的阿加妮坐在餐桌旁，左边是丈夫，右边是儿子。她打开菜单，征询丈夫和儿子的意见。显然，3口之家口味不同，阿加妮便建议我们举手表决吧。表决前，她与儿子耳语了半天，终于把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来，2比1胜利了。做母亲的她像小女孩一样天真地笑起来。看到这组镜头时，我十分感动，同时也理解了阿加妮艺术魅力之所在。真正的艺术是离不开天真的。我认为国内的某些大腕明星缺的恰恰是这份天真。如刘晓庆、巩俐、姜文等人的表演，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刻意为之的痕迹。在台下的时候，即使是与记者聊点家常话，他们往往也矫情得令人反胃。天真与人类的童年、人类的原生状态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在现代社会里，本应是人人拥有的天真，却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天真太容易受到伤害，许多人宁可不要。对于那些为名利而活着，而且只为名利而活着的人来说，天真确实是天大的负担。而对于那些渴望诗意的栖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天真却是一对让灵魂飞翔的翅膀。我很少读中国的现代诗，因为我认为现代诗中很难找到唐诗宋词中处处皆可遇到的天真的情趣。有一次偶然读到台湾诗人陈绯闻的诗，顿时被他天真烂漫的诗句吸引住了。为了让你相信，我们真的可以拥有一座地球花园，请原谅，我不让你摘花。地球花园，我也喜欢鸟，不过比你贪心一点，总共拥有几万几千几百零几只，统统养在天空里。养鸟须知，被惊雷撞伤的星星们都在送医途中，不治而亡了。失眠。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陈绯闻是一个天真的像童话里的公主的女孩子，天真中却带着执拗和倔强。在地球花园中，不让摘花的目的是希望拥有地球花园。倘若在花园里写上这样的诗句，而不是竖着大沙风景的禁止攀摘的白牌子，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谁还忍心伸出他的催花辣手呢？除非他是一个全无心肝的家伙。养鸟须知更让我联想到北京城里千万计的鸟笼，那些养鸟的老人们那么兴致勃勃，提着笼中鸟食甭提有多自豪了。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愚昧而残忍的爱好，鸟的美丽全在它飞翔的瞬间。剥夺鸟的自由的老人们，自己的心灵之泉也干涸了。他们历尽人世，反倒不如一个小女子有气魄，把所有美丽的鸟类都养在天空里。失眠，没有一个字写自己的失眠之苦，反倒怜悯星星的命运。这种伤感真的让人睡不着。从陈绯闻的小诗中，我寻找到了失却已久的天真，透明的天真，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真。诗总是与天真相联系，诗人总是像天真的小孩。普希金、莱蒙托夫、华兹华斯、拜伦、徐志摩，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孩子，是不愿长大的孩子。一长大，诗神缪斯便会弃他们而去。然而，天真不能成为他们生存于世俗世界的保护伞。为了天真，他们受到各种高傲的心所难以忍受的伤害。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早早地终结了他们在人间的旅迹。轻轻的我走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一颗天真的心在不天真的人间。天真，既有浅的天真，
如诗人；也有深的天真，如思想家。思想家的天真比诗人的天真更难得。天真是一种温馨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看透了人世以后，心灵不仅没有冷下去，而且还热起来，那么他便拥有像海一样深的天真。鲁迅曾经摘译过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中的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为这复杂的人世间。后人大多注意鲁迅深为这复杂的人世间的一面，而忽略了鲁迅也有一颗单纯的天真的心灵。有这颗心做底子，他才能用笔写出活的中国来。鲁迅的小说冷峻到了极致的地方，往往有一股温热透过纸背传递到读者的手上。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我每天面对无数笑容，由脸部肌肉配合活动的技巧所创造的笑容，突然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由得不怦然心动，悠然神往。能够这样开怀大笑的人，一定有颗天真的心灵。能够看到这样天真笑容，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所必须的能力和品性会一代代传下去，而那些不利于生存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天真便是人类所抛弃的品性之一。世间的一切全都归结到一把秤上，有重量的东西才有价值，而天真是没有重量的。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谎言和欺骗所淹没时，当世故与相怨成为生活的主潮时，厌倦、迷惘与恐惧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一种返璞归真的要求也就产生了。人们意识到，天真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性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它给冷漠的世界抹上一层温暖的阳光，它给丑陋的现实添加一道柔和的弧线。天真的人接受着一次次的挫折与失望，但天真的人永远不会绝望。他们坚持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拥有着健全的自我。天真的人有颗赤子的心，像星辰永不坠落，像灯火永不熄灭。静穆。这几年来，文化界很爱引用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因为众生喧哗是我们真切的感觉。在夜的深处，我们常常被那风吹窗玻璃的哗哗声惊醒，我们的心中也时时响起阵阵并不和谐的噪音。城市像章鱼一样向空旷的处女地伸出它长长的触角，郊区的田野被圈成了高尔夫球场，巨大的广告牌与更巨大的升降机从天而降，海边的沙滩被铁丝网分割，铁丝网内是拥挤的享受到自己的阳光海浪的都市男女。足球赛的票越卖越贵，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声嘶力竭的球迷念念不忘扔出最后一个汽水瓶。阴暗如冥府的卡拉 OK 厅里，是一串串跑调的高音与一双双狼眼一样贪婪地搜索着的眼睛。证券交易所的电脑屏幕前，有一张张欲哭无泪或欣喜若狂的脸。又是一桩小学生绑架小学生的奇案，又是一起母亲误杀考试不及格的儿子的悲剧。无论是大酒店还是亭子间，生活都像一场没有固定角色的戏，热热闹闹，有滋有味。从国际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到邻里之间的唇枪舌战，生活就像一条没有入海口的河，起起伏伏，迂回往复。我们似乎过得很惬意，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欲望还未满足，但这些欲望都在向我们招手。于是，我们飞快地向前面奔跑。奔跑的状态对人生而言显然不是坏事。然而，在奔跑中，我们觉察到一种恶魔附身般的不安的感觉。一位丹麦思想家早在1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这种文明时代的通病，他就是存在主义的先驱者齐克果。他指出，不安已经昭示了人类精神的不健全，试图以喧闹和吼叫凸显自身价值，仅仅是自欺欺人而已。齐克果在日记中写道：你一定是幼稚得很，居然相信在这世界上大哭大喊大叫能有用场，宛如这么做就改变了你的命运。最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年轻时去饭店，我总要叮嘱侍者割好一点的肉来，那侍者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我，更不用说理睬我这个要求了。我的话更不可能传到厨房，说动厨子的，即使说动了，也许整片肉上已不剩一块好肉了。我如今从不大喊大叫了。
其刻果的视角也许太悲观了些，不过静木的姿态确实是一面能够照出生命本体的镜子。在草原，在沙漠，在山谷，在任何一个万籁俱静的地方，人们往往有过沉浸在静木之中的感觉。当我们不再是一片片万能的却冰冷生硬的芯片的时候，我们便开始由平面化、本能化和自我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正的万物的灵长。静木是一首古典的诗歌，嵇康行场上一曲广陵散，顿成千古绝唱。他吟首就路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神采飞扬的生命，想到的却是一首没有传人的音乐。他轻轻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一颗颗需要滋润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中国乱哄哄的几十部史书中，这样的场面太少了。安静而能达到肃穆，这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评估古希腊艺术时，美学大师温克尔曼说，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却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即使在一场剧烈的情感中的，也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被莱辛赞不绝口的雕塑拉奥孔了。被海蛇环绕的英雄拉奥孔，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保持着恬淡刚毅的神色。在拉奥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人的伟大，正是这些内心的宁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静穆艺术品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发作，而在激情的凝练；不是火山的爆发，而是海底的静谧。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抑郁的波涛、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自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处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击标志出来。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谧。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静穆之感吗？在《向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23世，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事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韧，以及宽宏温馨的力量。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源。他对外界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的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